你看，和 F15比起来，F16确实是个小个头，那怎么办？给它来个加大号呗 ，F16XL，提供2倍于原版的机翼面积，可以挂上多达27枚武器，全副武装之下呢，还能比前身飞得更快，飞得更远。这下它就能够跟 F15有的一比了吧？很可惜啊，这架原本可能会成为地表最强4代机之一的 F16XL，从来就没有走到过量产阶段。为什么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它的故事啦。虽然40多年以来，F16战损一直都是美国空军战斗机队伍中的中坚力量，但其实就在第一架 F16服役的前一年，也就是1977年呢，它的研发团队就已经开发出了比它更好的版本了，名为 F16 Scalp。但此时的它呢，还是一架特殊的验证机。验证什么？验证超音速巡航的可能性啊。尽管像 F15、F16这样的现代战斗机都可以打破音障，并在超音速范围内呢飞上一段时间，但是代价却极其高昂啊！它们需要一样东西——加力燃烧室，来增加发动机的推力。但与此同时啊，它也会加快的将飞机携带的燃料消耗殆尽嘛。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飞机在通过打开加力超过音速后，就将加力关掉，但依然能够保持超音速飞行呢？F16的研发团队想的就是这件事情了，所以呢，他们就需要利用一个现成的平台，快速的打造一架原型机出来，验证这个想法。既然 F16是他们的得意之作，那很自然的就拿它来改造一下喽。于是就有了 F16 Scamp， 这个缩写 SCAMP 代表的就是超音速巡航和机动原型机。虽然说是改造，但你看 F16 Scamp 的3视图，其实改的也是相当彻底了啊。首先，最大的变化呢就是机翼了。你说它是三角翼吧，不全对；但你说它不是三角翼吧，那就错的更多了。我觉得说它是个拉开的弓形机翼更加形象，因为新机翼的后掠角被分成了2段。翼根附近以大约70度的大后掠来实现更好的超音速性能，到了翼尖则延展为50度左右，以提升亚音速性能。这样在整体上呢，就为 F16的机翼面积带来了120%的提升，于是也就让升力增加了25%，让油箱面积增加了82%，但与此同时却没有增加机身的阻力，速度反而比原来的 F16更快了。总之这样一改，还改来全面超越 F16了。你说这气不气人吧？在看到 Scalp 的惊艳成果之后呢，美国空军的确有了采购它的想法，于是就主动给开发团队送过去2架早期版本的 F16，要求他们把它俩改造成 Scalp 的样子。但是有一点是要特别强调的别给我再整什么全动翼尖了，我要它能够挂满导弹 ，OK？对了 ，F16 Scalp 虽然全身上下都很出色，但也有不太实用的设计嘛。比如原本那对有意要替代缺失了的水平尾翼的全动翼尖，它不仅在低速下表现不佳，更致命的痛点还有无法挂上导弹嘛，所以当然是要改掉。好，就这么的2架 F16加大号 XL 诞生了。它不仅机翼被增大，连机身长度也增加了差不多有1.4米，所以各种好处都体现出来了。最令人发指的就是那毫无人性的27个挂载点了，这让它可以携带2倍于标准 F16的弹药，在挂满对地作战的炸弹之后呢，还能将全套的对空武器4枚阿姆拉姆和2枚响尾蛇挂在翼下作为对空自卫而且还能比原先的 F16多飞出44%的距离。而且全程呢都不需要外挂油箱，而且不管是在低空还是高空，都要比 F16飞得更快。而且，即便挂满了武器，其高过载的机动能力竟然也还强过了 F16，妥妥的实现了碾压。空军一看，哟，这么厉害，算了，你不是拿来跟 F16比的，而应该是上升到另外一个重量级，跟 F15的全新改进版 F15E 攻击鹰去竞争一个更有挑战性的项目。增强型战术战斗机项目，简称 ETF， 一个旨在开发出能够深入敌方领空独自执行拦截任务而无需任何其他飞机辅助和护航的战斗机项目。哇 ，F16 终于能够正面硬杠 F15了。准确的说法是他们各自的改款。这就真的是2个优等生之间的 PK 了。F16XL 拥有更大的机翼面积，既飞得更稳，还不失机动性，能够挂着几乎2倍于 F15E 的武器更轻松的超音速。而 F15E 呢，有着更高的最高速度，有着更高的飞行上限，还有着，这是被认为最重要的一点不是1台，而是2台发动机。既然 ETF 想要的是一架能够单独深入虎穴、独自扛下全部防空火力的飞机，那自然多一台引擎就多了一份飞得回来的希望嘛。
就这一点啊，F-15E 显然就压过了 F-16XL 嘛，最终它赢得了合同。于是 F-16XL 的故事呢就没有在美国空军那边延续了，而是转到了 NASA。两架原型机继续参与了许多航空研究项目之后呢，最终停进了博物馆。1976年下线，迄今已逾40岁 ，F-16凭什么还能够身姿矫健地霸占天空呢？很简单啊，他出生之时就是冲着未来而去的。在他身上至少有以下这4个设计特点，远超那个时代。第一，电传飞控和放在右侧的操纵杆。为了获得更好的机动性啊 ，F-16被故意设计为在达到超音速之前拥有不稳定的空气动力学特性。这与之前制造过的每一架飞机都不同嘛，因此呢，也造成了它控制方式的不同。在 F-16身上呢，操纵杆与飞机的运动部件之间是没有机械连接的，它们之间插着一台电脑。电脑一边识别飞行员的操作，一边将翻译好加了料的信号传递到控制部件，来完成飞行控制。因此啊，这种技术呢就被称为电传操纵。实际上，飞机是由电脑和飞行员合作起来一起控制的。电脑负责干累活，飞行员则负责耍帅。同时啊，操纵杆也是第一次被放在了右手边，因为 F-16是为高过载设计的，它允许飞机飞出9个 G 的过载，所以把操纵杆安装在驾驶舱的侧面而不是中央，就是为了方便飞行员在被压来无法抬起胳膊时呢，依然能够推得动控制杆。第二点，也跟 F-16的高过载设计有关。它的弹射座椅啊，不是通常的倾斜12度，而是向后倾斜了30度，使飞行员几乎不是坐着，而是躺着在飞的。这样的姿势呢，对于高过载更加的友好。第三点，气泡式座舱盖。F-16的座椅呢本来就非常高了，再配合这样的全方位无遮挡的座舱盖呢，飞行员的视野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在失去视野及失去战斗的近距离空中格斗中呢，战斗值拉满啊。第四点，多功能显示器。F-16是第一款配备玻璃座舱而非传统蒸汽仪表座舱的军用飞机之一了。飞行员可以根据特定的任务和个人喜好来定制显示器，同时多功能显示器还可以轻松地进行软件升级，帮助战损与时俱进，以至于在数十年以后的今天依然能够持续地发挥作用啊。一个有趣的事实 ，F-117虽然打头的字母是 F。Fighter， 但实际上呢，根本就不能 fight， 只能携带2枚炸弹，它其实算不上是一架战斗机。好，那么第一架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隐形战斗机的又是谁呢？也许是你压根儿就没有听说过的麦克唐纳道格拉斯的 A-12复仇者2，一架优雅的飞翼机。看上去有点像是 B2， 但其实比后者要小了很多，因为它本来应该服役的平台是航母。1988年1月13日，麦道和通用动力的一个联合团队赢得了为海军打造这架隐形攻击机的合同，所以才会用字母 A Attack 打头嘛。不过这架飞机呢，不但载弹量比 F-117更大，而且还能装下2枚 AM-120中程空导弹，把目标从地面切换到空中，转换成 Fighter 的角色，所以它实际上才是第一架隐形战斗机嘛。当然很遗憾啊，这架战斗机呢最终是没有登上航母。由于严重操纵、严重超支，到了1991年，海军毫不客气的就将这个计划给取消了。结果嘛，还惹上了官司。毕竟你已经下了800多架的订单啊，哪能说取消就取消呢？得要赔偿。直到2014年收购麦道后的波音和通用动力还在向美国政府索赔2亿美元呢，也不知道到现在到底有没有成功呢？好，既然拿神秘的 A-12复仇者2开了一个头，那咱今天就继续来说几架隐藏在 F-22、F-35和 B-2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隐形飞机吧。它们呢都有一个共同的金主——波音。先说最早的一架啊，853-21安静鸟。但我说最早的时候是认真的啊，因为它比我们之前已经讲过的 F-117的前身慵懒还要早上了将近15年呢。虽然它从来就没有真的要飞上天的打算啊。安静鸟从一开始呢，就是作为一架摆在雷达面前，研究如何用材料与形状来降低雷达截面的模型而打造的。从1962年一直测试到了1963年，比洛克希德的臭鼬工厂开始的还要早啊！因为彼时后者还没有拿到那个著名的方程式，写出突破性的回声1号计算机程序嘛。其实波音的研究呢还是颇有成效的，只不过有点太超前了，军方完全就不理解，又哪里来什么兴趣呢？所以波音就把这些积累的经验和技术呢自己留着，将它们应用在了后来的 AGM-86空射巡航导弹的设计上，以及更复杂的复合材料结构的开发上了。
当然啊，由于它只是一个模型，所以叫它是隐形飞机，难免还是有点牵强的。那好，下面咱们就来说两架是真的了啊 ，YF-118G 猛禽和 X-36。这两架呢，本质上都不是为了量产而生的，并且呢，都是出自于波音旗下的同一个团队——幻影工厂。严格意义上来说啊，是麦道的幻影工厂，只不过呢，被波音收购之后就成了波音的了嘛。和洛克希德的臭鱼工厂类似啊，幻影工厂也是专攻高度机密、高度先进的军事技术的部门。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啊，他们中的一组工程师呢，都在围绕着一架造型独特的隐形飞机转。它就是，如果你在51区的上空看见它的话，大概率会认成是 UFO 的猛禽了。它样子实在是太特别了啊，一副不可能是地球人造出来的样子。但偏偏人家就是在空中前前后后稳定的飞行了将近40次，验证和测试了大量的关键技术，将波音的快速原型设计和整体结构、复合材料的生产能力拉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后就是 X-36了啊，这是一架跟 NASA 合作开发的无尾隐形战斗机项目，也是旨在验证什么呢？验证没有垂尾如何照样做到灵活啊。今天的隐形战斗机啊，极难瞄准，但实际上呢，即使是使用过时的雷达来发现和跟踪它们，却并不是很困难，因为这些战斗机对性能的要求很高嘛。像是 F-35、F-22还有歼20这样的隐形战斗机呢，都配有大型的发动机进气口和垂直尾翼之类的东西啊。这些东西虽然不会降低它们在高频瞄准雷达面前的隐身性，但是却会增加它们暴露在低频预警雷达面前的可能性。不够完美吗？那反过来，像 B-2这样的隐形飞机呢，它就没有以上这两样东西了，所以隐身性能得到了强化，但是就别指望能有啥机动性了啊。那怎么才能结合一下呢？这就是 X-36想要干的事情啦。它使用机翼前部的压翼、分裂的副翼和推力矢量来补偿缺失的尾巴，实现了既能引也能飞。当然，这架只有全尺寸大小28%的战斗机呢，采用的是遥控操作的，在短短25周之内啊，实现了31次的成功飞行，每一次都会有相应的技术迭代。总的飞行时长来到了15小时38分钟。它所留下来的很多资产呢，至今仍然笼罩在神秘当中。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想聊的4架神秘飞机，你对哪架更感兴趣呢？留言里面来告诉我，咱们选一架人气最高的，再来仔细的盘一盘啊。现代战机，尤其是那些只在对空作战、夺取空中优势的战机，为什么还要在机身上保留机炮？这种2战标配的过时武器呢？明明大家都能够发射导弹，去掉机炮多加2枚导弹，难道就不香吗？还真不是没人这么干过啊。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麦克唐纳飞机公司生产的 F-4鬼怪，在一开始的机型上面呢，就是只装导弹不装机炮的。理由很简单，我是一架超音速空中拦截机，拥有超视距的打击能力，你根本就没有机会目视看到我嘛。那同样，我也就不会目视看到你，有导弹就行了，还要机炮干什么呢？浪费空间啊！这样的理念在当时已经很流行了，但真的敢把它用出来的，还属 F-4有勇气啊。结果呢，越南战场让他栽了大跟头了，因为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空战当中呢，对手根本就不按套路出牌嘛。你用的虽然是又先进又复杂又高速的重型战斗机 F-4，但对方呢用的则是比你更慢、比你更小，但是却比你更灵活的米格17。在近距离狗斗当中呢，往往还更要占据优势嘛。好，你可能要问了啊，不是说好的是超视距作战吗？如何沦落到狗斗了呢？这个呢是由于当时的交战规则造成的啊。它要求飞行员必须要对目标进行视觉确认之后才能够发动进攻，这本质上就排除了远程导弹的使用嘛。等 F-4快要追到米格17的屁股上时呢，飞行员又会发现，对响尾蛇和麻雀导弹而言，现在的距离又太近了，于是就只能捡到亚音速，以便拉开距离。好，都到亚音速了，那就比谁更灵活呗。F-4的优势因此丧失了。当然这里要说明一点，F-4显然还是用导弹赢得了很多次的战斗，只不过要是没有漏掉机炮的话，相信他会更加的从容高效的。所以嘛，他后来先是挂上外挂的机炮吊舱，还一挂就挂2个，然后到了 F-4E 呢，终于还是把机炮给还回了身体里面，内置了一门20毫米口径的 M61火神进去，从此就再也不愿摘下来了。哪怕到了 F-35都能隐形了，还是要装上机炮，就当是个保险吧。所以武器先进是一方面，适合却更加重要。
哎，对于喜欢空战的你，什么样的书最合适呢？就是这本比字典更厚、比字典更大的《20世纪空中作战百科全书》，非常合适啊！从一战讲到二战，从二战讲到冷战，再从冷战一路讲到海湾战争，各种类型的空战、各个地区的空战、各种机型的空战，全都涵盖了啊！可谓是空战爱好者的镇宅之宝啊！哎，既然是宝贝，它当然是不便宜了。那它值吗？太值了！徜徉在自己的爱好里面，把100年的历史亲手翻开，多少钱都是买不来的呀！推荐给你。科尔塔的确很迷人啊，但有朋友觉得它还是有些遗憾，因为它可惜没有小数。小数点怎么算？678.56乘以574.25怎么搞？哎，很好搞啊，马上就给你们演示。另外还有这样几条留言呢，我也必须要验证给你们看。算一下10除3。哎，对的啊，地球人都知道它是除不尽的。那卡尔塔用什么本事来对付它呢？这被除数如果是个8位数，除数是小于1甚至更小，那要转晕的。哎，我理解你的意思啊，就是除数跟被除数之间差的特别大呗。按照常规操作，这的确是要转很多很多圈的，估计能够把这个玩意儿给转红了。但是啊，咱有窍门啊，比如可以直接拿这位朋友出的题来试一试啊。要是1 2 3 4 5 6 7除以7 8 9怎么摇？哎，虽然差的没有你说的那么大，但意思还是在的啊。我马上就摇给你们看。最后，我想首先演示这位朋友的提问：问999999乘以999999要转多少圈？好，答案是2圈。意不意外？惊不惊喜？知道我为什么现在要摇它了吧？原因很简单啊，我为什么非要把999999加上999999遍，而不是用100万个999999，只减去一个999999来得出结果呢？这样我就可以开启科尔塔的快捷方式了嘛。首先，我们通过设置拨杆输入第一个乘数999999，哎，99999。接着我们要直接让它去乘100万，哎，这个就很简单了。100万是个7位数，我们就可以通过快捷的将这个滑动托架上的位置7转动到箭头位置，来直接将7位数一次性的输入到这个白色的转数计数器上，比如个十百千万10万100万。好，这是我的第一圈，对吧？999999乘以了100万。目前的结果是999999000000，我们用科学计数法呢，就是9.9999乘以10的1 2 3 4 5 6 7 8 9 10 11，10的11次方。9.99999乘以10的11次方。接着我只要再减一个999999，不就好了吗？好，先将托架转回到1，也就是我们个位的位置，然后再拉起手柄进入到减法模式，旋转第2圈，结果就出来了。9.99998乘以10的11次方，2圈。哎，咱们拿计算器再来验证一下啊。9.99998乘以10的11次方，没错，怎么样？这样的结果符不符？哎，所以它是有小数点的吗？这个可以移动位置的小点点呢，就是它的小数点机构啦。在输入值、结果计存器和转数计数器上呢，都是可以设置小数点的位置的。比如这个问题，678.56乘以574.25怎么搞？好搞啊！先把小数点给去掉嘛，再在结果里面呢把小数点给还回来就好了。设置拨杆输入67856，然后乘我们当然也不会老实巴交的摇上57425圈了，而是先把托架转到万位，摇上5圈，这里就是成了5万的结果了。接着托架转到1000位，摇上7圈。托架转到100位，摇上4圈；托架转到10位，摇2圈；最后是个位，再摇5圈。结果就是38966308000。因为是乘法嘛，之前2个乘数都带有2位小数，所以咱们应该还进去的小数就是2乘2，4位。把这个实体小数点呢移动到这里，后面留出4个数字，于是正确的成绩就是389663.08了。对不对？你看小数点也是能够搞得定的嘛。那10除3除不尽的情况下，它也能搞定吗？
当然也可以了啊。咱们来看看啊，虽然除数是个位，被除数是10位，位数都很少，但我们可以预期啊，结果当中在小数点后面的位数呢可不少。于是我们就可以提前在商的储存器，也就是转数计数器当中呢多留几个空位出来。怎么操作？咱们直接将托架转到8位上，然后用拨杆数除数3，转动手柄一圈，结果寄存器上这个位置就出现了3。将小数点移到它的后面，一会儿看结果的时候呢，我们用得到。好，继续旋转手柄，直到数字来到9。如果再多转一圈呢，这里就是12了，已经超出我们的被除数10了，所以得减掉这一圈才行。接着要这么操作啊。降低一位，将托架转到7，继续旋转手柄，可以看到啊 9.3、9.6、9.9， 好，停。将托架再降一位，转到6，旋转手柄 9.93、9.96、9.99， 看到这里面的逻辑了吗？既然除不尽，咱们就要让这里显示的数字无限接近被除数10才行，这样算出来的结果才会更精确嘛。你看333已经在这边出现了。咱们继续啊，把商带到小数点后面7位数的精度水平上。好，现在转数计数器上呢都已经是3了，那小数点该放在哪儿呢？数出被除数这边小数点后面有几位，就在商的小数点后面放几位，这个位置对不对？大家都是7位，于是结果就等于3.3333333。搞定！今天的挑战呢就只剩下最后一个了，就是被除数比除数大很多的时候，咱是不是一定要摇很多次手柄呢？理论上还真是的呀，因为 Karta 这个机器啊，本质上呢是在用加法搞定一切。比如5乘以6，它是怎么算的？就是把5加上6遍呗。那10除以5怎么算啊？那就看5要加几遍才能到10嘛。这就是为什么商总是显示在转数计数器上的原因了。按照这个逻辑，如果要算这位朋友出的题1234567除以789，那就要看789要加多少遍才能够到1234567嘛。转一圈加一遍，的确是要转很多遍的。那有没有什么巧办法呢？当然是有的，咱们用1234567除以789000嘛，这是不是转上一圈就快接近结果了呢？剩下的只要让被除数不断的逼近1234567就好了，最后再把除数中多加的几个零给还回去，不就好了吗？咱们来试试啊。同样，为了给结果多留位数呢，咱们先把托架转到一个高位，比如7，输入被除数789000，转一圈，结果显示789000。把小数点设在这个位置，然后使用跟刚才10除以3一样的除法操作，不断旋转，降低托架的位数，使结果寄存器里面的数字逼近咱们的被除数1234567。好，结果出来了。按照正常操作，把小数点设置好，这边是6位，那这边也有6位，所以商是 1.564724。等等，这可是除以789000的结果嘛？咱们应该要把3个0还到商里面才行嘛？所以正确的结果应该是 1564.724， 对吗？计算器来验一遍，没问题。所以你看它是不是真的很厉害呢？更厉害的在后面啊！我刚才是不是说了，这台计算器呢是用加法的逻辑来处理所有的运算呢 ？OK。乘法没问题，除法反过来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减法呢？怎么样用加法来做减法？这逻辑上不通嘛？可以这样说啊，正是科尔塔的发明者科特·赫茨斯塔克想通了这点，才让一款机械计算器能够小到握在手上的。因为他想到了补码准确说是任何一个数字的9的补码，他就能够将减法转变为加法。要把这个概念解释清楚呢，是不太容易的，我也就不打算挑战了。咱们就直接看结果吧，看它是怎么处理的就可以了。比如8减4该怎么变加法呢？可以把它变成8加4的9补码再加1，去掉最高位即可了。而任何一个数字的9的补码该怎么算啊？就是拿9来减这个数字就好了。比如9的9补码就是9减9等于0， 7的9补码就是9减7等于2， 0的9补码呢就是9减0等于9，那刚才4的9补码就是9减4等于5，所以8减4就等于8加5加1等于14，再去掉最高位1，结果就是
死了。哎，你看这样出来正不正确咯？正确的嘛。可以再试试这个啊，788139减去4890。首先找到减数004890的9补码，哎，是多少呢？是995109。现在拿它去加被减数，788139等于1783248，去掉最高位，得到783248再加1，我们就有了结果了，783249。看看跟788139直接减掉4890的结果是不是一致啊？哎，当然啦。好，卡尔塔呢就是这么玩的。在这个壳子里面呢，有相当多的齿轮和一个大鼓，补上面的齿轮排布呢相当巧妙，因此就可以既完成普通的加法，也可以在手柄抬高3毫米之后呢，通过接触另一批的齿轮完成9补码的加法，哎，即减法运算了。好，相信你已经对这里面的世界长啥样，是怎么工作的，燃起了强烈的兴趣。那么咱们下期讲，哎，顺便再把发明它的科特·赫茨斯塔克的故事分享一下，你会发现，哎，也是各种离奇，各种的不可思议啊。